当过太监的都知道，蹲着尿尿就可以不见尸鞋底，可太后却下旨命令我只能站着。所有小太监都以为我得罪了太后，没人知道的是，其实那天晚上太后发现了我身体的秘密。我一个21世纪的普通青年，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古代皇宫的进士房里，等着被阉割。当时我差点没被吓死，拼命挣扎想要逃跑。然而更让我崩溃的是，负责阉割的老太监检查我的身体后，竟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哎呀呀，又是一个天生阉人，省得老夫动手了。天生阉人，我低头一看，差点没晕过去。我竟然真的天生没有那玩意儿。就这样，我稀里糊涂的成了皇宫里的太监。由于这身体的先天缺陷，我在后宫里没少被人嘲笑。那些太监们一边嘲笑我从没碰过女人，一边又羡慕我不用承受阉割的痛苦。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里，说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件事，跟错一个人，都可能被拉出去打死。我亲眼见过太多血腥的场面，所以这1年多来，我每日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只求能活下去。幸运的是，这个世界的文字和我原来世界的简体字一模一样。凭借着会读书写字的本事，2天前我终于被派遣到太后寝宫干活，这让一直想要抱大腿、想要活下去的我，顿时觉得机会来了。太后娘娘真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娘娘的肌肤如雪，足下如玉，奴才3生有幸能为您服务。娘娘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奴才感激不尽。我绞尽脑汁的讨好这位美艳太后楚清玄，凭借着厚脸皮和花言巧语，我成功博得了她的开心，留在了她身边。小凡子，看你也累了，先休息一会吧。太后娘娘微微睁开眼，看着满头大汗的我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容。谢太后娘娘。我恋恋不舍地放开她的玉足。说实话，这女人真是极品，能坐上太后之位，身材、长相、气质自然都是顶尖的。就连见惯了现代美女的我，每次看到她都会心猿意马。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我这副残缺的身体，真是让人欲哭无泪。太后娘娘翻了个身，凤袍下若隐若现的风光让我不敢多看。小凡子，你这身蓝袍看着太碍眼了，一会儿跟小兰去领一身红袍穿上。听到这话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红袍那可是高品级太监才能穿的，我现在穿的蓝袍是最低等的，在宫里走路都要被人唾弃。谢太后赏赐，谢太后看重，以后我生是太后的人，死是太后的鬼。我激动的连忙跪地磕头。哥哥，太后娘娘被我逗笑了。青苔玉足在我肩膀上踢了一脚，你有这份心，哀家很开心，但记住，哀家最讨厌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你懂吗？说话间，他的脸色逐渐变冷，那股威严让我不寒而栗。小的知道，太后请放心，小的绝对忠心耿耿。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这女人变脸真快，上一秒还笑意盈盈，现在就开始敲打我了。不过也能理解，毕竟在这深宫里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太后娘娘将玉足重新搭在我肩膀上，红唇轻启，刘瑾那个狗东西是皇上安插的眼线，哀家不想看到他在眼前晃悠，你可有办法让他离开哀家的寝宫？我重新抱起他的玉足，一边揉捏一边思考。刘瑾是当今皇帝的人，专门监视太后的一举一动。太后娘娘虽贵为太后，但她并不是当今皇帝的生母，而是晋王楚天雄的母亲。晋王手握10万雄兵守边疆，在朝中颇有影响力，皇帝自然不会放心这对母子。太后，小的斗胆说一句，这刘瑾是皇上的眼线，就算我们把他赶走了，皇上还会派下一个太监来监视您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太后饶有兴趣地看着我，我抬头迎上她的美眸，直言不讳道：拉拢，威胁，把他变成自己人。太后眼前一亮，怎么拉拢？怎么威胁？回太后，世人都有弱点，我们只要找出刘瑾的弱点，就能轻松拿捏他了。太后满意地点点头，随即叫道：芸娘。嗖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身旁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定睛一看，来人一身黑色女官服，五官精致，身材高挑纤细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大美女。但我只敢瞥一眼就立马低头，因为我知道她是个武林高手，能杀人于无形。主人，芸娘跪地行礼，去调查刘瑾那狗东西，我要知道她最详细的信息。太后吩咐道：遵命。芸娘身形一闪就消失了。1个小时后，芸娘返回汇报调查结果，原来刘瑾有个侄子是她的命根子，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我详细的向太后说明了如何利用刘瑾的侄子来控制他。太后听后很是满意，直接采纳了我的建议。走出寝宫后，我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2天的相处下来，我也大概摸清了楚清玄的性格，胸大无脑，心狠手辣，爱听好话，要面子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当一个合格的舔狗，努力讨他开心，让他离不开我。刚才的接触中，我发现这楚清玄简直就是一个空虚已久的深闺怨妇，我只是略施小计，就让他露出了媚态。看来以后的好日子就从征服这位美艳太后开始了。我找到太后的贴身侍女小兰，准备去领取红袍。小凡子，太后真的赏你红袍了？小兰瞪大了可爱的大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。你才来2天啊？小兰姐姐生得跟仙女一样，我怎么会忍心骗姐姐呢？我笑着说道。哥哥，你倒是嘴甜。小兰捂嘴笑了起来，估计太后娘娘就是被你这张嘴给哄开心了。我们一起去了上衣间，因为有太后的宫牌，那些太监们不敢为难，办事效率很高，不到半小时就办妥了。太后还安排我住在她寝宫外的一个小库房里，那可是晋升太监才有的待遇。正当我准备收拾住处时，一个矮胖的蓝袍太监出现在我面前。小凡子，刘公公叫你去刷公桶，完事后再把茅厕掏了。这人是刘瑾的干儿子小狗子，专门欺负新人。以前我还会恭恭敬敬的去干活，但现在不同了，不去。我想也没想就拒绝。哟呵，跟太后说了几句话，胆子就肥了。小狗子眼睛一瞪，挥拳就打了过来。滚！我一脚踢在他肚子上，小狗子猝不及防被我踢翻在地。我趁机骑在他背上，对着他的脑袋左右开弓，啪啪啪！我干爹是刘公公，你敢打我？信不信我干爹一巴掌拍死你？小狗子抱头惨叫：爷爷，别打了，我去刷公桶。早这么说不就行了？我见好就收，毕竟在太后门前打死人，我也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小狗子抱头逃跑，临走还叫嚣：小凡子，你死定了！
我这就去找我干爹，去吧。我眼神一冷，心里已经判了他死刑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小狗子就带着4个太监，手持棍棒，气势汹汹的回来了。小凡子，现在跪地求饶，从我胯下爬过去，我还能考虑轻点揍你。小狗子一脸嚣张，小狗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太后娘娘的近身太监，跟你干爹一个品级，你敢动我，我就敢杀你。我语气冰冷，眼中杀气腾腾，哈哈哈！你一个新来的就敢说跟我干爹一个等级？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5个太监举起棍子一起冲了过来。就在他们快到跟前时，我突然撒出一把早就准备好的石灰。这家伙玩阴的，不讲武德，趁着他们眼睛都被迷住，我抄起棍子狠狠砸在小狗子头上。小狗子惨叫着倒在地上，额头瞬间肿起了大包。我又如法炮制，和其余4人扭打成一团。虽然对方人多，但我占了先机，最终还是我获胜。我的脸颊和脖子挨了几下，但小狗子他们更惨，2个开了瓢，一个捂着下身嚎叫，一个眼睛被打得鲜血直流。这么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太后。很快我们几人就被带到太后门前跪候。太后娘娘从寝宫走出，动作优雅地坐在椅子上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小狗子抢先告状：太后娘娘，小凡子不仅不听刘公公的安排，还打了我们。他还胆大包天地冒充说您赏了他红袍，这不是欺君之罪吗？其余几个太监也纷纷附和哭诉：闭嘴！太后娘娘怒喝一声：小凡子的红袍的确是我赐的，你们5个打不过1个，真是废物中的废物。听到这话，小狗子几人瞬间面如死灰。完了，原来红袍是真的。太后娘娘看向我：小凡子，他们5个打你1个，受委屈的可是你，你不说2句，坏了娘娘的规矩就是错的。我心甘情愿认罚。我一脸真诚的回答。太后满意的露出笑容，说得好，只要坏了我的规矩，无论对错都得受罚。他指着小狗子几人：你现在把他们几个的腿打断。娘娘饶命啊，我们错了，求您放我们一马吧。几人拼命求饶，但太后娘娘眯着眼睛不说话。谢娘娘，我冲她拱手道谢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抄起木棍，将几人的双腿全部打断。惨叫声回荡在宫中，那个被打瞎眼的太监直接昏了过去，把这几个狗东西扔出去。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在宫中看见他们。太后玉手一挥，满脸嫌弃。我知道这是太后不留活口的意思。小狗子几人很快被装进麻袋拖走了。对这种场面，我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小凡子，赏你的。太后不知从哪掏出一颗金豆子扔给我，谢娘娘赏赐。我连忙接住，这金豆子可是稀罕物，顶我以前在新者库干1年的俸禄。太后打了个哈欠，下去吧，好好收拾住处，一会儿来找我。回到小库房，我兴奋地打量着这个属于我的新家，虽然只有20多平米，但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以前10几个太监挤在一起，又脏又臭，现在能住单间简直是天堂。我开始收拾房间里的杂物，这些都是前朝留下的东西，大多还能用，我舍不得扔。当我想把一张破旧的木床挪开时，床体突然散架了，什么破质量！我被呛了一鼻子灰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地上掉下了一本泛黄的书，我捡起来一看，瞬间呼吸急促，心跳加速。书上清晰地写着4个大字：还阳神功。这名字一听就很牛，难道我的身体有救了？我激动得手都在颤抖。这本武功秘籍应该是前朝太监偷偷修炼的，皇朝灭亡后就遗落在这里，便宜了我。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把神功练会，把太后睡了。我乐的嘴角都快翘到耳根了，但我也没得意忘形。这种逆天功法出现在后宫是要砍头的，必须保守秘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撕掉封面吞了下去。宫里识字的人不多，就算无意看见也不会在意。等我把秘籍内容全记住，就一把火烧掉。此时小兰进来看到我的新模样，眼睛都亮了。哎呀，小凡子，你穿上红袍怎么这么俊俏？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？她毫无顾忌地伸出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。小凡子，你对食吗？她突然红着脸问道。对食？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小太监和小宫女互相喜欢，就会干这种事。小兰姐姐，你有经验。我将她拉进屋里，小声问：有你个头，不就是2人睡一张床说说话吗？小兰嗔怪道。原来她什么都不懂。我将门插好，拉着她走到床边，对着她的樱桃小嘴就亲了下去。小兰先是瞪大眼睛捶我2拳，然后就闭上眼睛抱住了我的脖子。许久后，小兰推开我，红着脸喘着粗气。这就是对食，太美妙了。小凡子，我要跟你对食，一个法式热吻而已，这就上瘾了。我不禁内心偷笑，要是解锁了更多的玩法，你还不得迷上哥？小兰姐，你干什么来了？盒子里是什么东西？我问道。对，瞧我这脑子。小兰拍了下自己的额头，随后将木盒打开，拿出里面的汤药。娘娘让御医给你熬的，赶紧喝了吧。娘娘真好。我心里一热，在深宫待了1年，总算是体会到了一点温暖，有家的感觉就是好。或许跟着楚清玄混，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以后可要好好替娘娘办事，千万别当2五仔。小兰叮嘱道。这个自然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背叛娘娘的。我立马保证。等我喝完药漱完口，小兰又坐到了我怀中，双臂环住我的脖子。小凡子，我们再亲亲一会。好，我应道。半个时辰后，我哼着小曲出了屋子，只剩下衣衫凌乱、一脸红晕的小兰坐在床上。我能想象到，她心里肯定在想，好舒服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还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，放在了我的枕头底下。随后锁好房门，离开了房间。到了太后寝宫，我看见一个穿着铠甲的边军侍卫趴在地上，上方的楚清玄则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靠在小梅身边，小声询问：小梅姐姐，娘娘有事发愁？小梅身材高挑，五官漂亮，模样却透着股清冷，一双大长腿绷得笔直。她虽然不屑我这种马屁精太监，但还是耐心解释道：太原府闹蝗灾了，靖王殿下找皇上要银子赈灾，皇上只给了5万两，所以护卫就找娘娘来了。可娘娘也没银子，正发愁呢。闹蝗灾，5万两够了呀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：你在开什么玩笑？5万两连一个镇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不懂就闭嘴，免得让人心烦。小梅立马嘲讽道。我没搭理她，上前一步站在楚清玄眼前，拱手道：娘娘，我有一计，可解靖王殿下燃眉之急。楚清玄面色一喜，
快说，小凡子，你要是能解决靖王的事，我重重有赏。我淡然开口，娘娘，我本是平民出身，知道这种蝗虫最怕的就是鸡。靖王殿下可以用这5万两银子购买鸡，既能让鸡吃蝗虫，等鸡肥了，再把鸡杀了给鸡民吃，一举两得。闻言，楚清玄眼前一亮，对啊，可以用鸡去吃蝗虫，等鸡肥了还能给鸡民果腹。娘娘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能让鸡民们吃蝗虫解决食物问题。我接着说，众人一听都皱起了眉，有人质疑，蝗虫那么恶心，是人吃的玩意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楚清玄也不满道，小凡子，你这是什么馊主意？蝗虫吃死人怎么办？我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，娘娘有所不知，这蝗虫可是一种珍贵药引，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而且吃起来极其美味，鸡民吃了不仅不用挨饿，还能强身健体呢。你确定？楚清玄一脸狐疑，他心里肯定在想，要是真像我说的这样，那无疑是个好办法，可要是吃死人，那问题就大了。娘娘，我当鸡民的时候就吃过蝗虫，那玩意油炸最好吃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以我的项上人头担保。我一脸认真的说。楚清玄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笑道，好，你的人头我暂且收着，要是出了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小梅，你带人去抓一些蝗虫回来，顺带准备好油锅，他这是要亲自实验，毕竟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很快，小梅就让人抓了一袋子蝗虫回来，扔进了油锅之中，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后，蝗虫立马就熟透了。娘娘，这一锅油刚好能把这些蝗虫炸透。我将炸好的蝗虫从油锅里捞出，搅拌了一些调味品后，忍着心里的不适吃了10几只。其实我以前并没吃过这东西，但我知道在一些南方地区，蝗虫是能吃的美食，不仅安全，蛋白质含量还很高。说实话，尝起来味道确实不错。楚清玄见我毫不犹豫的吃下，内心又对我多了几分信任，便让几个侍女也吃了一些油炸蝗虫。侍女们犹犹豫豫的吃完后，竟然都说味道不错。2个时辰后，御医过来检查我们几人的身体，确认毫无大碍。楚清玄立马写了一份书信，让一个吃过蝗虫的侍女跟随边军，连夜赶往太原府，把这2个办法告诉靖王。夜幕沉沉，一轮冷月悬于天际，清辉洒遍宫墙，寝宫内静的能听见烛火燃烧的声响。楚清玄妩媚的嗓音却打破了这份沉寂。小凡子，宵禁将至，你且回去歇息吧。遵命。我利落整理好衣摆，从床榻起身，躬身行礼后，轻步退出寝宫。门帘落下的瞬间，我似乎瞥见楚清玄的耳尖泛着红。寝宫内，楚清玄指尖摩挲着颈背，脸上晕开淡淡红霞。他扬声唤来侍女，备热水，本宫要在沐浴。侍女虽满心疑惑，方才已经沐浴过了，但也不敢多问，应声快步退下。楚清玄抬起玉足，望着指尖轻笑，自语声柔的能滴出水。没想到小凡子的嘴竟还有这般妙用，真是个讨喜的小家伙。另一边，我回屋洗漱完毕，坐在床榻上取出那本《还阳神功》，书页上的文字通俗易懂，还配着小人图示，我很快就沉浸其中，小腹处渐渐暖了起来，丝丝热流从丹田缓缓向下汇聚。等我回过神时，窗外已经传来鸡鸣，天竟然亮了。我静坐了一整夜，我又惊又喜，忙褪下裤子查看身体，可看到和之前没什么变化时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看来得先练到第2层才行。洗漱更衣后，我想起昨日见楚清玄面色倦怠，许是他久居深宫，活动太少所致，便想着做碗白萝卜疙瘩汤给他开胃。可刚走到膳食间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压低的对话声，一个怯懦的声音响起：“刘公公，这事要是被太后发现，可是要被砍头的。怕什么？我是替皇上办事，懂吗？”这是刘瑾的声音，带着傲慢与笃定。记住，每日只放1指甲盖，别多了。要是出了差错，仔细你的皮，原来是陛下的意思，那奴才放心了，这是赏你的，切记守口如瓶。我心头一紧，连忙躲到角落，看着刘瑾揣着袖带，昂首挺胸离去的背影，暗自咬牙。刘瑾，原来是你这狗东西在背后搞鬼。待刘瑾走远，我悄悄溜进膳食间，见一个瘦太监正背对着门，美滋滋的数着手里的银子。我眼疾手快，抄起旁边的顶门棍，猛地砸向他的后脑勺。瘦太监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2枚金锭子从他手中滑落，滚到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倒挺大方。我捡起金锭子揣进怀里，又找了个麻袋把瘦太监装进去，顺手拔了2根新鲜的白萝卜，疙瘩汤还得做。随后我扛着麻袋往太后寝宫赶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避开了巡逻的侍卫和早起的工人，没被任何人发现。此时天还未大亮，小梅正持剑守在寝宫门口，见我扛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靠近，她立刻飞身上前，长剑刷得出鞘，剑尖抵在我的脖颈，冷声道：“小凡子，不在屋里睡觉，来这儿干什么？想找事吗？”小梅姐姐，我有要事求见娘娘，劳烦通报一声。我急忙开口，脖颈处的凉意让我不敢有丝毫乱动。你可知娘娘还未起身，惊扰了娘娘，10个脑袋也不够你砍。小梅收了剑，目光却死死盯着我肩上的麻袋，蹙眉追问：“这里面装的是谁？”我凑到她耳边，把在膳食间听到的、看到的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小梅听完，瞬间暴怒，眼中没了半分柔气。刘瑾那狗东西，好大胆子！我这就去取了他的狗命，姐姐不可！我连忙拉住他，杀了他只会打草惊蛇。娘娘如今处境本就微妙，要是被皇上抓住把柄，反而危险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小梅气呼呼地瞪着我，显然觉得我做事磨磨蹭蹭。等见到娘娘，我自有办法。你快进去叫醒娘娘，咱们耽误不起。我急切地说。小梅虽不满，但也知道事情轻重，闪身进了寝宫。片刻后，她出来开门，脸色稍黄。娘娘醒了，你进来吧。我扛着麻袋走进寝宫，只见楚清玄穿着丝质睡裙，领口微散，露出大片雪白肌肤，模样娇媚又动人。小凡子，把你知道的一字不落说给哀家听。楚清玄坐在梳妆台前，声音平静，却难掩一丝冷意。我从出屋到膳食间，
再到擒住寿太监的过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连刘瑾和寿太监的对话都复述的一字不差。楚清玄听后，指尖划过梳妆台上的玉梳，面色稍稍缓和，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白萝卜上，轻轻一笑，倒是有心了，还想着给哀家做疙瘩汤。说罢，他让小梅把寿太监弄醒，一盆冷水泼下，寿太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清周围的环境后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：“太后娘娘饶命啊！奴才再也不敢了。”还没等楚清玄问话，他就把刘瑾交代他下毒的事全招了。是刘公公，是刘公公让奴才在娘娘的早膳里放东西的。他说那是皇上的意思，奴才也是被逼的。楚清玄冷眼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丝毫波澜。哀家留你何用？寿太监吓得浑身发抖，瘫在地上说不出话。我上前一步，躬身道：“娘娘明鉴，臣觉得该留他一命，一来能迷惑皇上，让他们以为计划没暴露，后续还能顺着他摸出更多眼线；二来，咱们也能从他嘴里套出更多刘瑾那边的消息，比如皇上最近的动向，对晋王殿下的安排。”我心里暗喜，这娘们总算学会主动问我的主意了。看来我在他心中的分量早已不是普通太监。好，就听你的。楚清玄点头应允，让小梅给寿太监喂了颗毒丹，一颗每月虚服解药才能保命的毒药。若敢泄露半个字，或是阳奉阴违，这颗毒丹的滋味，你会比死更难受。寿太监连连点头，感恩戴德的退了出去。殊不知自己不过是从一个棋子变成了另一个棋子。随后，楚清玄看向我，轻声问：“你为了哀家得罪了皇上，心里不害怕吗？”怕，自然是怕的。我一边说，一边走到他身边坐下，替他捏起肩膀，近距离看着他雪白的肌肤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熏香，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心里暗暗发誓，这个尤物我一定要弄到手。但我相信娘娘一定会护着我，跟着娘娘比在新者哭狗活强100倍。楚清玄似察觉到我灼热的目光，却没有生气，反而笑骂着把我推下床，滚蛋！哀家饿了，快去准备你的疙瘩汤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厚着脸皮补了句：“娘娘真美。”楚清玄被逗得笑靥如花，抓起一把金豆子扔给我，声音里满是笑意：“小嘴真甜，赏你的。”